众所周知，日本的 K Car 市场一直以来都是丰田、本田、铃木等日本本土品牌的绝对领域，海外车企想挤进来几乎不可能。但这一次，中国企业比亚迪带着一款日本特供的轻 EV 来了，而且长得简直跟日本销量第一的本田 N-BOX 一模一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国内新能源汽车卷得有多疯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但谁能想到，国内卷到极致的比亚迪，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远在海外的日本市场。7月28日，比亚迪全新纯电 K Car 车型的 RACCO 海塔即将正式登陆日本。很多人分不清它和海豚、海豹到底有什么区别。简单来说，之前比亚迪出口日本的车都是全球通用款，哪里都能卖，但这款海塔不一样，从图纸阶段就是盯着日本规则造的专属车型，主打一个精准对位、上门对标。关注日本汽车市场的人都清楚，当地对 K Car 的规矩卡得非常严，车长不能超3400毫米，宽度最多1480毫米，多1毫米都算不合规。而比亚迪也很聪明，直接把海塔的车长卡在3395毫米，刚好贴线合规，把规则利用到了极致。至于配置，更是吃透了日本本地用车习惯，又多布局不用多说，最关键的是标配双侧电动滑门。要知道，日本老城区巷子窄，停车位挤得离谱，普通的开门方式一不小心就会剐蹭邻车，而电动滑门就直接规避了所有麻烦，日常通勤代步舒服又省心。不过很多网友在看到海塔的参数时会吐槽 22.4 到 35.8 度电池， WLTC 续航210到320公里，放在国内根本不值一提。但你得看使用场景啊，日本城市日常通勤单程很短，普通人一天开不到50公里，这就意味着海塔用户压根不用天天充电，一周充一次完全够用，代步场景直接拿捏。再看价格，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，199万日元起步，折合人民币8万出头，顶配也才279万日元。这个价位在日本能买到什么车？基本全是老古董，要么内饰塑料感拉满，配置寒酸的二手日产DAYZ， 要么动力弱的可怜，勉强够得上高速标准的铃木 Wagon R 混动。说实话，别人这个价位还在卖老旧燃油代步车，而比亚迪直接砸出一台正经纯电车，续航、智能化、用车成本全方位碾压同价位竞品，这还让同行怎么玩？可能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台小小代步车，压根没什么含金量。但在日本 K Car 是妥妥的国民车，堪称当地的民生福利车型，低税费、低保险、低年检成本，不少城区买 K Car 甚至不用出示车位证明，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备一台买菜代步、短途接送。可就是这样一块体量庞大的刚需市场，多年来始终被日本本土车企牢牢垄断。铃木、大发、本田三大品牌合计拿下了80%的市场份额，海外品牌很难分得一杯羹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整个 K Car 赛道的纯电渗透率却不足2%，电动化进程近乎停滞。即便日产曾推出 Sakura 纯电 K Car 试水市场，短暂收获了一波热度，也没能带动整个赛道的转型节奏。日系轻型车的迭代速度实在慢得离谱。说起来，日系车企之所以迟迟不愿推进 K Car 电动化，核心原因就是太过安逸了，长期垄断的供应链、覆盖全域的售后网点、稳定保值的二手车体系，让他们稳稳守住了基本盘，靠着老旧燃油平台持续收割利润，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研发迭代，久而久之便陷入了原地摆烂的舒适圈，技术更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。更离谱的是政策加持，今年日本改了新能源补贴规则，摆明了偏袒本土车企。现在补贴不只看车辆参数，还看企业本地投资、供应链和售后布局。本土车企最高能拿58万日元单车补贴，比亚迪这种海外品牌只有15万日元，差距直接拉满，外来品牌的价格优势被刻意压缩。但即便面临诸多壁垒，比亚迪依旧早早开启了日本市场的深耕布局。目前品牌已经在日本落地74家销售服务网点，全面覆盖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等核心城市，且门店数量还在持续扩容，目标直指100家。凭借扎实的产品力与售后体系，比亚迪去年在日本卖出4536台乘用车，慢慢积累下了稳定的用户群体和市场口碑。
而比亚迪最亮眼的一步棋，当属牵手日本顶级老牌进口经销商 Yanasa。 这家深耕行业数十年的企业，自战前便专营进口车业务，展厅遍布银座、青山、六本木等高端商圈，常年代理奔驰、丰田高端车型。在日本中产消费者的认知中， Yanasa 就是正统靠谱高端进口车的代名词，是当地人心目中的标杆渠道。素来主打高端豪车的顶级渠道，如今主动引进比亚迪小型纯电车，背后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。日本本土车企电动化转型拖沓，旗下经销商缺少具备竞争力的新能源新品，门店销量持续承压。与其陪着本土品牌固守老旧燃油车市场，陷入销售僵局，不如拥抱性价比与产品力双在线的中国车型。这也是经销商维持经营活力的最优选择。随着海塔上市临近，日本全网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比亚迪携手当地国民艺人广濑爱丽丝拍摄宣传物料，一套本土化营销打法精准落地，快速撬动了日本民众的关注度。不少日本网友看得十分透彻，直言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广告宣传，而是中国品牌依托本土资源正面冲击日本传统支柱产业的关键一步，足以见得市场对这款国产小车的重视程度。日本网友高度警惕，满心防备，奈何自家车企完全不上心，别人都打到家门口了，本田还把重磅纯电 K Car N-Box EV 拖到2028年才上市，整整3年空窗期足够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站稳脚跟，打磨口碑，迭代产品。等日系车企慢悠悠拿出纯电 K Car 的时候，比亚迪海塔说不定都更新2代了。这种代差优势根本不是临时追赶就能抹平的。其实很多人都纳闷，日本车市饱和萎缩难突围，那比亚迪为什么非要死磕到底？小编这么说不是在贬低日本车市，要知道日本本土新车销量连年下滑，2022年创下45年新低，即便近2年小幅回暖，整体体量依旧在历史低位，而且人口持续负增长，老龄化逼近30%，新增购车需求越来越少，市场蛋糕只会越做越小。再加上比亚迪这次主攻的 K Car 严苛的尺寸排量限制，让它没法和常规乘用车共用研发平台，必须单独砸钱研发，单独搭供应链，而且只能适配日本本土法规路况，出口其他地区基本无解，全球也就香港有极少量案例。连比亚迪日本产品负责人都直言，海塔短期不赚钱，销量上限低，没法外销拓展市场。放着全球通用车型的广阔蓝海不做，专门花钱费力搞一台仅限日本售卖的小车，在外人眼里，比亚迪纯属没苦硬吃。但真正的布局从来都不看短期盈亏。首先 K Car 是日本唯一刚需拉满、电动化严重滞后的赛道。2024年日本销量榜前列全是 K Car， 本田 N-Box、铃木 Special 的销量直接碾压丰田卡罗拉这种全球爆款。国内市场早已验证，小型代步车是电动化渗透率最高的品类，电动化对小车体验的提升是老旧燃油车永远比不了的。传统燃油 K Car 有多拉胯，开过的都懂。0.66升小排量发动机，满载带人带行李，上个小坡都费力，行驶质感粗糙的离谱。但换成比亚迪的纯电架构直接质变，动力扭矩全面碾压燃油版本，底盘平铺电池的设计治好 K Car 重心高不稳的老毛病，安全性、行驶质感直接跨级升级，再加上电动车超低能耗，全生命周期用车成本直接下降40%以上。在日本高油价环境下，优势直接肉眼可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中国品牌撕掉只会做评价标签的关键一战。日本是全球汽车工业的标杆，也是出了名的最挑剔、最严苛的市场，长期主导全球车市的技术和供应链标准。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多年，一直摆脱不了性价比标签，很难打入全球主流圈层。如果能在日系车企的本土大本营正面打赢他们引以为傲的国民车，拿下日本消费者的认可，这份口碑能直接辐射整个亚太乃至全球市场。现在比亚迪在东南亚销量暴涨，但品牌声量始终干不过深耕多年的日系车。而比亚迪拿下日本 K Car 市场，相当于端掉日系车的后方大本营，这种示范效应远比海外单纯卖车值钱。看似是费力不讨好的鸡肋突围，实则是最聪明的以小博大，不求短期暴利，只求打破垄断壁垒，改写全球对中国汽车的固有认知。这一步走得难，走得慢，但却是中国汽车真正站稳全球赛道的关键一步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